这是一只全网最大的帝王蟹，足足有15斤重，非常霸气，可遇不可求啊！今天我们就吃它了。你看一下这腿上的肉，看着不争气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流下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常哥，欢迎来到本期的。老板说帮我找了一只超大的帝王蟹，几十多的货里就挑了一只出来，保证全网做到。走，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。喂，小伙，放什么嘞？帝王蟹在这里，大不大？这条大概15、16斤吧。打死你！哦，这里，就这只吗？这个我起码翻了300、400条船才搞到跟你。行，夸张了啊！夸张一点3年了，有3年了，就看这一只了。手机都拿错了，你这个好低，你这个帝王蟹还贵了，还玩？这有15斤吗？没有啊，差不多。哇，正好15斤啊，这么刚好。这一斤多少钱啊？170啊？怎么这么便宜啊？便宜是吧？270。啊，算了，这170吧，今天这么便宜就这样。可以吧？必须。好，必须的啊！好不好打呀？哇，猜一下多少？这头猜中了送给你20斤。20斤啊？不要20斤啊！眼光很好，没猜中。我的天！15斤的帝王蟹真的比我预想的要大很多。你看这蟹盖就跟一个大盆子一样，还有这个大长腿都快有了胳膊粗了，这吃一根就能饱了。今天是时候解密上次那只帝王蟹的重量了。上次这只看起来已经非常霸气了，但是它才12斤，而今天这只足足有15斤重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！我在网上查了一遍，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比这更大的帝王蟹了。老板说这可是万里挑一才找到一只这么大的，太不容易了。我足足等了3年，只求大家能够给我点个赞，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好在最近帝王蟹的价格便宜了很多，这一只才2500块钱，是时候送它上路了。接下来是大型帝王蟹解剖现场，记得先点赞后欣赏，先给它刷洗一下。哇塞，我的水池刚刚好放得下，这真的是太大了。我觉得有生之年应该找不到这么大的帝王蟹了吧？还有这个大蚝，你看一下，跟锤子一样，比我的拳头还要大。OK， 我要下手了。这么大的帝王蟹，我怕它会不会太老了镂空了？你们可以盲猜一下会不会翻车哈？这个小屁屁要先给它绝掉。哇，这么大，这个不能叫小屁屁，要叫大屁屁。这屁屁一个都有好几斤啊，这全是血的。哇，这好东西啊，高啊，这个都是它脑啊，非常的鲜美啊。这么大的屁股里面，原来藏的全是水啊！哎呀，哇塞，极鲜之物啊！发财了！身上还有，但身上的这个得把这个壳挖起来才好拿出来。那这2根就是它退化了，然后缩在肚子里面的角，这就是石蟹的特性。所有的石蟹它都才4个角，还有一个就藏在这里面啊，要把这个蟹壳给它掰下来。哎呀，哇，它这个壳好软啊！哦，你看一下，这里面还有好多脑哦。我估计今天换不了车啊！哇，终于下来了，这么多水，我感觉水都买了好几斤了。蟹脑一碗满满的，这个嘴巴跟那个胃袋来处理掉。对啊，这么大的螃蟹胃袋也好大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牙齿，好大，可以当碗用了。哦，好扎手哦！这个壳我一定要给它留着，当做纪念啊。这个屁股也挺有肉的，给它留着。这个肠子给它处理掉。然后这些什么，这些也是它生殖腺嘛，肠子全部给它处理掉。接下来处理一下这个身子哦，蟹鳃先给它剪一下，剪这个蟹鳃就跟那个洗碗的海绵一样。很厚，然后再给它冲一下，血水跟海水给它冲掉。OK， 那现在要把身上的肉跟脚分开。这个肉实在太大了，还要再给它分。你看很饱满，看来今天换不了车。OK， 终于全部处理完了，这2500块钱还是有点多啊，特别是这个脑一整盆，看着就非常的过瘾。那么今天这样子安排啊，这个脑跟身上的肉用黄油来焖，然后这个脚呢来做赎罪哦，先来调一下赎罪的汁、生姜、蒜子、花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肉桂、草果啊，一起给它炒出香味，小火慢炒。我们按花雕赎罪蟹的方法来做，差不多了。来瓶生抽，来瓶酱油、蚝油、盐，多来点白糖，给它多煮一会，把豆豉的香味给它煮出来。接着下3瓶6年陈的花雕酒，然后再来一点白酒、清酒、白醋，等它煮开就可以了，不能煮太久，煮太久酒精就挥发掉了。然后给它倒出来凉。
很香，酒香味很浓郁。这个脚先给它安排上锅蒸，手做的要先把这个蒸熟啊。来几片生姜，水开以后蒸5分59秒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煮一下黄油焖呢，黄油先给它下锅拢一下，姜末、蒜末先给它炒出香味，然后下洋葱、蘑菇给它炒香，然后把蟹肉给它倒下去，有点多，倒一点白葡萄酒，这个可以多倒一点啊。再来一丢丢盐，蟹脑都差点忘了放。这个可是灵魂啊，就这样子吧，它等下应该会融下去。面具也要给它盖上，给它焖个3分59秒，1秒不能多，1秒不能少。哎呀，有点满哦，这个真的应该可以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，红彤彤的，太烫了，太烫了。放在那里凉一下，等下还要给它切一下、处理一下，再放进去泡哦。这个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哇，盖子先给它拿下来。哎呀，这个还真的融不下去哎，给它搅一下算了，把它搅下去，然后再来一罐淡奶油，给它搅均匀，放在那里再焖个30秒。时间到。撒点欧芹碎，这看着就非常有食欲了。出锅，直接拿这个壳当网，再淋一点汁，这个应该不算科技狠活吧？再撒一点点这个欧芹碎，点缀一下，搞定。再把这个蟹腿给它处理一下，剪开来放进去泡会更入味哦。虽然蟹这么大，但是它的壳还是很薄的，很好剪。这边也给它剪一下，两边都给它剪开来，这样子等下吃的时候就方便了。哇，这个肉！好饱满哦，太有肉了！我觉得这吃一根进去肯定就饱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忍不住了。哇，好甜，好嫩哦，好肥美哦，这个肉一丝一丝的，汁水也很多。哇，太爽了，太有肉了，就这样吃已经非常好吃了。好有满足感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等一下就吃不下了。先把大腿给它放进来泡。今天汁熬太少了，哇，这个大熬也皇帝蟹那么霸气，你看剪一下还挺好剪，看到没？见证奇迹哈！哇，这个肉可以吧？没毛病吧？最后也给它放进去一起泡，再来点陈皮、话梅，增加一下荤味哈。最后来里面柠檬片，就泡这么多吧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剩下等下拍完视频直接吃吧。好，我们先吃这个上菜。哇，好香啊！先来杯8年的清红酒压压惊啊！我感觉我不争气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流下来了。先给你们整一块啊，就这个身上，你看一下有多少多肉。来，混丝先吃。太脏了，这个哪里像是在吃蟹肉啊，就跟啃猪蹄一样。哇！好有满足感，哇，太好吃了，很鲜甜，今天这2500块钱花的太值了，太香了，奶油的香味跟那个螃蟹的鲜味，绝搭，完美。我试一下这个汤，应该超好吃，这个白白的这个都是脑，很鲜的，绝了绝了，好鲜甜啊！口感也超好，柔柔的。这个汤要是来拌面的话，超好吃，超鲜啊！注意一下这个拐轴的地方，哇，这个拐轴的地方也全是肉啊！我去，来来来来，我要直接这样子一整块塞你嘴巴里去，再有点这个汁，哇，好嫩啊！这么大的螃蟹，它的肉居然这么嫩，哦，这个拐轴上还有好多肉啊！哦，鲜嫩多汁啊！我有获得满足感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等下那个赎罪的就吃不完了，吃不下了。这个赎罪的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我把它破开来很容易入味的。刚才有一根是我掰了一半的，哎，这根。就是起先蒸起来被我吃了一半，吃了一半，居然还有这么多肉，我看了有点害怕，这么一大根。酒味很浓，但太咸了一点。哇，我这个剪开来以后太入味了，这样就变得太咸了。它腿上的肉好脆啊！哇，虽然说这个熟肉也挺好吃的，但有一说一，
它没有清蒸来的好吃。因为海蟹的蟹肉它本身会有一点咸，然后再吸收了这个汤汁以后，会更咸了一点。本来还想干一个这个大钳子，我现在实在太撑了，真的已经干不动了，赶紧给它捞出来，再泡下去就太咸了。放着我来，我不怕，我也不怕。这个大螯等下谁吃啊？这么大？我。我们先来做个总结吧。我觉得这个赎罪的小黄车了太咸了，可能不能把它剪开来，因为我追求快一点，所以把它剪开来，让它更入味一点。现在变得太入味了，今天吃算了。这么大的肉来蛋黄酱焗的话，肯定会非常爽，吃起来非常的好吃。另外就是这个黄油焖呢，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尝试一下。总之，今天的2500块钱真的太值了，超值超赞。OK， 那么这期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我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螃蟹有没有认识的小伙伴？有认识的小伙伴，请把它的大名给我扣在弹幕上。既然在我朋友的缸里面有一段时间呢，今天必须把它给盘了，因为它经常打架，而且特别凶猛，导致两败俱伤，损失惨重，所以必须拯救它于水深火热之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咱们来盘一期市场上几乎是买不到活体的螃蟹，就是这个中文正式名日本拟人面蟹，拉丁学名巴拉巴拉巴拉。听到日本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以为这个螃蟹呢是来自日本，其实它不是哦，它在我国的东海和台湾近海也有分布，只是产量非常的稀少。那为什么中文正式名前面要加个日本呢？这个其实是对物种命名的一个方式，可能是模式产地。就比如咱们之前盘的这个日本对虾，这个虾呢在中国就非常多，所以当大家看到带有地名的物种，并不代表只有那个产地才有，其他地方也是有的。就比如咱们今天这只的日本拟人面蟹，它就是来自我国的东海，它呢是属于人面蟹科拟人面蟹属。你看它的背部看起来像不像一张人脸啊？尖刘海、齐眉毛、大眼睛、高鼻梁，然后小嘴巴。不过这个头看起来很像一个炮弹头，然后还带有很尖的刺，所以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而且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，看起来呢精神抖擞。老铁们应该都知道，咱们之前也有盘过一期拟人面蟹，巨鳌拟人面蟹。不过这个是冰冻的，有机会我一定要盘一只活的。巨鳌拟人面蟹是拟人面蟹属中体型最大的，那今天这个日本拟人面蟹是拟人面蟹属中体型偏小的，所以咱们今天这只呢已经算是非常大了。它通常呢是生活在它通常呢是生活在水深200到500米的沙质海底，经常呢会用这细长的螯足寻找沙尘中的贝类和其他底栖生物为食。它不仅螯足细长，你看它的步足也很修长，指甲呢特别的坚硬且锋利，所以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是蜘蛛蟹，但事实证明它们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你看哦，这什么造型呢？主要是因为它这第四对步足已经特化为这样子反向生长的钩足了，然后脚尖这个部位呢也进化出了很多刺，有点像这个皮皮虾。它经常呢会用这对钩足来固定一块东西在这个背上，比如海绵或者较轻的物质，以此来伪装自己，躲避掠食者。不过他千算万算还是失算了，最终呢还是死在我这个海王的手上。希望大家能够默默的给他点个赞，送他上路吧。先给他刷洗一下。哇塞，这螃蟹不大，但这个嘴巴好像还挺大的。先从嘴巴开始刷，虽然生活在沙子里面，但是还挺干净的。简单刷一下就可以了，还要给它杀一下。小屁屁先给它绝了。哇塞，这个小屁屁挖开，这里面还是很脏的。这个螃蟹刺很多，太扎手了。手套带一个好处理哦，这里先给它剪一下。哇，太扎手了，这样子就出来了。你看这个蟹膏很多，但这个蟹膏怎么是粉色的？这肠子嘛，肠子给它拔掉嘛，嘴巴先给它去掉。味道要把它去掉，剩下就全是膏了。螃蟹虽小，但是膏真的是很多。再给它稍微的冲一下，哇，全部掉出来了，给它换回来。这个膏等一下有大运出，给它吸一下，这边也给它吸一下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蟹鳃给它处理一下，你看这里面还是好脏啊，再给它刷一下，可以了。这个肉还可以，挺饱满的，大长腿啊。OK， 我今天打算拿它们来做甲壳烧哈，肉先给它上锅蒸一下，来几片生姜。等上气的蒸4分49秒钟，我们先去烧掉它。室内烧炭一定要注意保持通风哈。可以了，放在那里慢慢烧。然后蟹膏给它放上来烤一下，切点葱花备用哈。要把蒸好的这个螃蟹给它拿出来，蟹肉给它剥出来啊！我去，这壳烤下怎么变得这么黑掉啊？这蟹膏开了，给它搅拌一下，再烤一烤。我们先来剥这个蟹肉。这螃蟹很奇怪，蒸完以后它的血不是白色的，居然有点粉红色的。你看这底下流出来的血也是这样的粉红色。我先来试一下这个螃蟹清蒸的是什么味道，看着很好吃哎，一整块贼漂亮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好甜啊，好吃哎。很鲜很甜，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正常的螃蟹味道，因为正常的螃蟹都是很鲜很甜。不过这个肉很嫩，是一个这个细长的螯足，看一下，它这个壳比我预想的要薄很多。
出来了一整条肉。它这个蟹肉嫩的同时，它又有一点点的弹性，它不会像梭子蟹一样肉是偏烂的。哇，说实话，这个螃蟹小了一点，但肉很多哎。现在把这个肉给剥出来，不能再吃。哇，这一块都是肉啊，经不起诱惑啊，再来一口吧。真的挺有肉的，不能再吃了。再吃，等一下甲壳烧没得做了。大腿的肉。用小腿给它顶出来哦，蟹肉棒，然后这里面哦有一根这个白白的筋膜要给它去掉，不然影响口感。这个出肉率是真的挺高的，太爽了吧 ！OK， 全部搞定。你看吃了那么多，剥完还有这么多肉，不过还是挺贵的。这一只花了我500块大洋买的。这个蟹膏烤的也差不多了，我试一下味道哦。哇，好鲜啊！往里面搞点米饭，来搅拌均匀，再把刚才剥下来的蟹肉给它铺上来。这壳实在太小了，好像放不下。我的天，我使命给它压了一蟹盖满满的，还剩一点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勉为其难的把它给吃了。哇，剥好的蟹肉吃起来真的感觉特别的爽。再来一点无菌鸡蛋。哦呦呦，我的天！我去，鸡蛋跑到蛋里下去了，一股很浓重的烧焦味哦，少放一点，少放一点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增加一下它的口感哦，真的太为难它了，它的肉太饱满也是它的错，搅拌都搅拌不了，就怕底下给烧焦了。OK， 现在表面再给它点一点蟹籽，再给它撒一点葱花，完美！哇，好香啊！再给它拿下来摆盘摆一下，好烫，稍微给它点缀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搞定。有内味了。我就跟你们说，别小看这一小份哦，卖你们988，应该一点都不过分嘛。光成本螃蟹就500块钱了，还不算这个蟹子，还不算无菌鸡蛋，还不算这个葱花，还不算我这个手工会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先来杯8年的清酒压压惊吧。OK， 那先给你们整一口哦，这一口得几10块钱啊，大口的给你们整一口，哇，这一口进去不得了啊！来，粉丝先吃。太绝了，非常的鲜香，然后这个蟹子又增加了这个咯吱咯吱的口感，完美。这一勺全是蟹肉，一点味道都没换，还是有一点点咸。我发现东海的虾蟹它都会比其他地方的会偏咸一点。哦，这个甲壳烧啊，它特别的香。主要是因为这个蟹壳经过炭火烤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味，所以这个甲壳烧啊吃起来就特别的香。还是太少了，吃的还不够爽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做个总结哈。今天这个螃蟹哈，其实它的出肉率很高，壳很薄，而且味道呢也很好。缺点就是这个壳实在太小了，装不了多少东西。要是这个壳再大一点的话，可以烤1大碗米饭，然后把那么多的蟹肉全部铺在面面上，再倒一个无菌鸡蛋上去，搅拌一下。哦，想想不争气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流下来了，不行了。但讲实话，500块钱一只，性价比真的太低了。这一只我估计也就1斤嘛，也就是说1斤要500块钱左右，还不算运费啊。OK，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红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前段时间我有发了一条动态，关于这只红的被煮熟一样的螃蟹，它的学名叫什么？你们果然很给力，没多久就有小伙伴告诉我答案了，它叫无齿茶式蟹，市面上很少有，如果有遇到，也基本上都是冰冻的。既然我们这么难得遇到这种鲜活的，不整一只回来试试，那就太对不起你们了。所以咱们今天必须盘它，走，提螃蟹去。哇，巨大纯野生的老虎斑啊！这一条10斤20斤哦，这一斤200-300块钱啊！有没有想看的小伙伴？有想看的小伙伴赶紧点赞！太霸气了，这个老虎斑应该非常的好吃了。小龙鱼长得跟竹甲鱼有一点像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深海红蟹，跟这个澳洲水晶蟹长得是不是很像？就颜色不一样。问一下老板，这个卖我多少钱啊？老板，来，这个螃蟹多少钱？这3个150啊，150。对呀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上面300多啊。这个是叫无齿扎式蟹吧？是不是？
叫什么蟹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叫红水蟹。红水蟹对吧？红雪蟹啊，130嘛，135最低了，给你啊。135也行吧，这个蟹好像挺便宜的。拿一只出来吧。是吧？随便拿一只咯。大的，挑最大的，漂亮一点的。对。啊，就在这，135。1斤6。1斤6啊，这是有点小。行吧，就这样子。多少钱？8两，6到8两。不要加太多啊，很重啊。螃蟹都被你们看害羞了，还没煮脸就红的不行了。你看拿回来不小心脚就被我弄断了一根，这边也断了一根，应该是很早就断了，买的时候没有注意。但是今天这只螃蟹真的很便宜，这一只1.6斤216块钱，就连椰子蟹跟澳洲雪蟹的零头都不到，而且它长得很像澳洲雪蟹，但是澳洲雪蟹的颜色只有2种，一种是这样子纯白色的，还有一种是这样黄色的，而这货全体棕红，就连这个腹部和肚脐都是红色的，所以在国内很多人称之为红雪蟹，其实它的学名叫无齿茶式蟹，是巨神蟹科茶式蟹属的一种螃蟹，俗称大西洋深海红蟹，而且它身上也有很多黑色的斑块，很像颗粒茶式蟹被灼伤的感觉，看着挺猎奇的，全网都没有找到哪个 UP 主有做过。不过听说它的肉多味道好，就不知道会不会翻车。我们趁着它还有最后一口气，先送它上路吧。先把它给解放了，应该不会夹我了，然后给它简单的刷洗一下。这黑成这样，我严重怀疑它也是生活在海底火山附近的。今天主要是为了评测这个蟹的味道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选择整只下锅清蒸哦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你看这个螃蟹整只红彤彤的，好像被蒸过一样。你们可以盲猜一下，蒸完以后还会不会是这种红色？会或者不会？打在弹幕上。那我们上锅蒸吧。螃蟹也是大长腿啊，来2面生姜。等上气了，大火再蒸20分钟。我现在很期待它会不会变色哦。来，音乐走一波。蒸完以后颜色都没有变，还是这种红色的，只是变得更深更鲜艳了。现在我很期待它的味道，但是也很怕翻车了。我们先把这个蟹盖给掀开来看一下哈。这只是公蟹哈，屁股是尖的，好像肉不多哎。我先来试一下这屁股里面的一点肉哈。哇，这个蟹的味道非常好，很鲜甜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啦！哇，很不错的样子啊！你看高这么多，这个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。这里面白白的凝固了，这个应该是螃蟹的血水。这个水也是可以吃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好吃而已。接下来要把这个胃袋给挖掉，这个是不能吃的，这个所有的螃蟹都有的哦，就这一块。剩下的就都可以吃了，先给你们整一口哈。这蟹居然还有蟹膏，白色的这一块就是蟹膏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鲜，蟹膏的味道也非常的浓郁，同时它的口感也没有大闸蟹那么黏牙，我觉得是刚刚好。可能是这个螃蟹老板已经养了1周时间了，所以会偏咸一点点。试一下这个螃蟹的血哦，平时如果螃蟹没有杀，清蒸完以后流出来白白的那个都是这个血哦。哇，味道还行，就是很咸，非常的咸，而且它口感也没有蟹膏那么绵密，有一点点涩涩的，还是蟹膏好吃。要是这个螃蟹是刚捕捞回来的，肯定非常的咸，非常的甜。这螃蟹羞答答的，让我太着急了。82年的青红酒都差点忘记喝了。吃螃蟹喝一点这个82年的青红酒非常好，能够驱寒哈，因为螃蟹是寒性的。来给你们整一个小腿哈。哇，这个肉还是非常的饱满的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的那种。哇，这些可以，不仅肉质饱满，而且鲜甜味也特别的足，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。很惊艳。来一个这个大熬试一下哈，我看这个肉没什么问题，
非常的漂亮。哇，你看肉质饱满啊，给它来一点点蟹醋试一下哈。我觉得这么清甜的蟹都可以不用蟹醋了。一口下去，满满的幸福感。再来一个满肉的蟹钳，看着就像很奥利给。它这个蟹钳的肉居然是脆的，而且汁水特别的丰富。哇，今天这个蟹真的赚大了。接下来试一下这个身上的哈，把这个蟹腮给去掉。你看这个身上也满满的全是肉，这里还有一口蟹膏，我先嘬一口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蟹的回满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，而且它的鲜甜味也完全不输给澳洲水晶蟹。哇，你看这个蟹肉，一半一半的，跟蒜瓣肉一样。这个红蟹比帝王蟹什么都好吃，我觉得它能跟红毛蟹还有澳洲水晶蟹媲美了。这样子吸出来好爽哦，满满的一整碗都是肉，非常的有满足感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剩下的这一半呢，就不留给我们摄影小哥了，留给我们天天倒油最辛苦的郭乐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哈，今天这个螃蟹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。我原本以为会翻车了，因为老板养在池子里面已经养了有1周了，没想到的是它肉质还非常的饱满，鲜甜味也特别的足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养这么多天偏咸了一点点。135块钱真的性价比超级的高，只是市场上真的很难遇得到这种活的深海红蟹。如果有机会遇到的小伙伴，建议可以试一下。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3点走一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